欢迎订阅时事快线。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，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。每天10分钟，了解天下事。下边是详细内容：一、特使的错误导致普京的措辞混乱。据 RBC Ukraine 报道，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的特使斯蒂芬·维特科夫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严重违反外交礼仪，导致后来对普京对乌克兰和平的条件产生混乱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维特科夫8月7日跟欧洲领导人通话说，普京愿意从乌克兰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撤军，换取基辅让出顿巴斯。可第二天他又改口说普京根本没提撤军，这前后矛盾的说法让欧洲领导人和美国官员都傻眼了。消息称，维特科夫没带国务院记录员，缺少正式记录，可能是他自己记混了普京的提议。这场乌龙让美欧忙着澄清，外交圈一片哗然。二、数据科学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可预测蔓延。据 Tom Schuett 报道，数据科学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可预测蔓延。研究人员用大数据分析发现，法国大革命的传播不是随机，而是像传染病一样有规律可循。通过分析通信网络、社会情绪和经济数据，科学家们发现，巴黎等核心城市的动荡会迅速波及周边，形成革命波。城市联系、贫富差距和信息传播速度是关键。这研究不仅解释了历史事件的逻辑，还能为现代社会运动预测提供思路，比如通过数据提前发现社会不稳定信号。三、伊朗里亚尔因制裁威胁而下跌。据 Abnews.com 报道，伊朗里亚尔因制裁威胁而下跌。伊朗里亚尔最近因西方国家可能恢复联合国制裁而大幅贬值，汇率跌破100万里亚尔兑$1，创历史低点。英法德3国警告，因伊朗核计划争议可能触发2015年核协议的快速恢复制裁，冻结伊朗资产并限制军火交易。这让伊朗经济雪上加霜，物价飙升，民众生活成本暴涨。伊朗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斡旋缓解压力，但市场信心已崩，里亚尔自2015年的3.2万兑$1跌得面目全非。专家说，若制裁落地，伊朗经济可能陷入更深危机，中东局势也可能更紧张。四、德国开设新的炮弹工厂。据爱尔兰时报报道，德国开设新的炮弹工厂。德国新开了一家先进炮弹工厂，目标是提升军工产能，应对欧洲安全挑战。工厂由莱茵金属运营，年产数十万发炮弹，供德国和北约盟友使用，尤其支持乌克兰。俄乌冲突让欧洲发现弹药库存不足，这家工厂就是补短板的举措。自动化生产线效率高，还能拉动就业。德国政府称这是为欧洲和平加码，但也有人担心军工扩张会刺激紧张局势。五、德国将加强北约军事力量。据 Yahoo.com 报道，德国将加强北约军事力量。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·梅尔茨表示，德国正加码军事投入，目标是让联邦国防军成为欧洲最强的常规军队。面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安全担忧，德国计划大幅增援至2030年代达到26万兵力，同时采购坦克、无人机等先进装备。梅尔茨在访问海军时强调，德国要确保北约的防御能力，尤其是在俄罗斯威胁加剧的背景下。德国还启动了新的军事基地，比如在立陶宛的坦克旅，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。政府已放宽债务限制，为国防开支提供更多资金。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局势，也是为了在北约内部承担更大责任。六、俄罗斯无人机监视德国军事路线。据 Tagesspiegel.de 报道，俄罗斯无人机监视德国军事路线。近期，德国发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出现在其军事设施和运输路线附近，情报部门怀疑这些无人机由俄罗斯操控，意在刺探德国及北约的军事动向。尤其是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，无人机频繁出现在军用机场和铁路线附近，引发安全担忧。德国军方已加强反无人机措施，包括部署电子干扰设备。
分析认为，俄罗斯可能通过这些行动测试北约的反应能力，同时收集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军事物流信息。德国政府对此高度警惕，计划与北约盟友协调应对，防止进一步的间谍活动。7. 欧盟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，限制汽车关税。据 ANSA-IT 报道，欧盟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，限制汽车关税。欧盟最近宣布将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，同时对汽车关税设定了上限，以缓和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。欧盟承诺对美国工业品如化学品、半导体设备等实施零关税，并为美国海鲜和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。作为回报，美国同意将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从 27.5% 降至 15%， 但前提是欧盟正式提出相关立法。欧盟贸易专员表示，这一协议将为双方带来稳定，预计汽车关税减免将追溯至8月1日生效。德国车企对此松了一口气，但酒类行业因为或关税豁免而失望。这被认为是避免全面贸易战的关键一步，但协议仍需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批准。8. 特朗普在格陵兰的行动令专家们感到意外。据 FR 大报道，特朗普在格陵兰的行动令专家们感到意外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格陵兰的举动让全球专家大跌眼镜。他公开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控制格陵兰。这块丹麦的自治领土引发了北约盟友的强烈反响。特朗普声称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，可能涉及资源争夺和地缘战略考量。此前，他还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想法，遭到丹麦断然拒绝。分析人士认为，特朗普此举可能是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，或在贸易和外交谈判中增加筹码。欧洲领导人对此高度警惕，担心这会破坏北约内部团结。格陵兰地方政府则强调其自治地位，反对任何外部干预。专家表示，这种强硬姿态可能加剧美欧关系紧张。9. 印度推出首款国产芯片。据 livemint.com 报道，印度推出首款国产芯片。印度总理莫迪宣布，印度首款自主研发的半导体芯片将在2025年底前上市。这款芯片标志着印度在科技自立上的重大突破，背后是政府76000亿卢比的半导体计划推动。莫迪还透露，印度正加速开发印度制造的6G 网络，力争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一席之地。过去几十年，印度错过了芯片制造的黄金期，但现在通过新建工厂和政策支持，芯片生产已步入正轨。专家认为，这不仅能减少印度对进口芯片的依赖，还可能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。不过，挑战依然存在，比如技术差距和全球供应链竞争。10. 巴西的审判教会了美国民主的成熟。据 www.foha.uol.com/B2 报道，巴西的审判教会了美国民主的成熟。经济学人称，巴西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审判展现了民主的成熟，给美国上了一课。博索纳罗因虚假指控选举舞弊被调查，巴西最高法院果断采取行动，包括将其软禁，显示了司法对民主威胁的强硬态度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显得犹豫。文章指出，博索纳罗的政变企图因无能而失败，而非缺乏意图，这凸显了巴西司法在维护民主上的效率。巴西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高达 69%， 尽管近年略有下降。这场审判不仅稳固了巴西的民主根基，也让全球看到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韧性。11. 所有北约国家均实现 2% 的支出目标。据 Tage Show 大报道，所有北约国家均实现 2% 的支出目标。北约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所有32个成员国都达到了国防开支占 GDP 2% 的目标，这是自2014年威尔士峰会承诺以来首次实现全面达标。过去几年，只有少数国家如美国、波兰和希腊能达到标准，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欧洲盟国大幅增加军费。2025年，欧洲和加拿大盟国国防支出总计超过4850亿美元，平均达 2.02%。
北约秘书长马克·吕特表示，这是联盟团结的重大进步，但也强调需持续投资以应对安全挑战。新目标已设为到2035年达5%，其中3.5%用于核心国防。专家认为，这将加强北约威慑力，但部分国家如西班牙和加拿大仍需努力赶上。12. 肯尼迪因疫苗政策被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罢免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肯尼迪因疫苗政策被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罢免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苏珊·莫纳雷兹周三被解雇。此前，他与卫生部长罗伯特 ·F. 肯尼迪 Jr. 在疫苗政策上发生冲突。莫纳雷兹拒绝接受肯尼迪推动的疫苗政策变动，认为这些变动违背科学证据，可能危及公众健康。肯尼迪上任以来已解散疫苗专家委员会，替换为亲近盟友，并取消对孕妇和健康儿童的 COVID 疫苗推荐。这引发多位高级官员辞职，包括首席医疗官德布拉·侯里等。他们在辞职信中指责肯尼迪散布疫苗误传和武器化公共卫生。白宫称莫纳雷兹不服让美国再次健康的使命，已任命吉姆·奥尼尔为临时主任。专家警告，此举可能削弱疫苗信心，加剧疫情风险。13. 美国批准向乌克兰出售8.25亿美元武器。据 ClickOnDetroit.com 报道，美国批准向乌克兰出售8.25亿美元武器。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价值8.25亿美元的武器销售计划，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军事装备，包括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HIMARS 的弹药、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。这笔交易通过直接商业销售 DCS 进行，旨在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进攻。国务院表示，这将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，同时不影响美国自身的军事准备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呼吁更多武器支持，尤其是防空系统，以保护城市免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。分析称，此举反映了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持续支持。尽管特朗普政府强调交易需与经济利益挂钩，比如乌克兰的稀有矿产资源，这笔军售还需国会批准，预计将引发激烈讨论。14.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加沙无休止的恐怖行为。据 GMANetwork.com 报道，联合国秘书长谴责加沙无休止的恐怖行为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加沙地带持续的暴力冲突，称其为无休止的恐怖循环。他指出，平民伤亡人数激增，人道主义危机加剧，医院和学校被毁，救援工作受阻。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火，并要求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，保护平民和基础设施。他还强调，饥饿被用作战争武器的行为不可接受，敦促国际社会加大援助力度。加沙近期冲突已导致数千人死亡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。联合国安理会多个成员国也表示，加沙危机是人为制造，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古特雷斯重申，持久和平是唯一出路。15. 习近平接待受制裁领导人，挑战西方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习近平接待受制裁领导人，挑战西方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高调接待了多位受西方制裁的国家领导人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，展现与西方对抗的姿态。这一团结秀被视为中国对美欧制裁的回应，意在巩固与非西方国家的联盟。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合作对抗西方霸权，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。分析认为，中国此举不仅是为了经济和地缘利益，也是向全球展示其领导力，尤其在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。西方国家对此表示担忧，称这可能削弱制裁效果并加剧全球分裂。北京则回应称，其外交政策基于平等合作，不接受外部干涉。16. 德国总理认为俄罗斯构成真正的威胁。据 SchroEunews.com 报道，德国总理认为俄罗斯构成真正的威胁。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·梅尔茨明确表示，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真实且迫在眉睫的威胁。他指出，俄乌冲突和俄罗斯在欧洲边境的军事活动让北约必须保持高度警惕。
梅尔茨强调，德国将持续增加国防开支，并推动北约盟友加强军事合作，以应对俄罗斯可能的进一步挑衅。他还提到，近期俄罗斯无人机的侦察活动暴露了其对德国和北约的监视意图。梅尔茨呼吁欧洲国家团结一致，确保防御能力，同时避免直接冲突升级。这番表态反映了德国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深切担忧。17. 德国敦促公民离开伊朗。据 Deutschlandfunk.de 报道，德国敦促公民离开伊朗。德国政府紧急呼吁其公民尽快离开伊朗，并警告不要前往该国，因担心伊朗可能因核计划争议引发的联合国制裁而采取报复行动。德国、英国和法国启动了30天的制裁快速恢复机制，可能冻结伊朗资产并限制军火交易。德国外交部表示，伊朗官员多次威胁报复，德国公民，尤其是双重国籍者，可能面临被任意逮捕的风险。德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目前仅能提供有限协助。分析认为，此举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及中东局势紧张有关。德国此举旨在保护公民安全，同时避免卷入潜在冲突。18. 法官批准911事件受害者对沙特阿拉伯提起诉讼。据 ProPublica.org 报道，法官批准911事件受害者对沙特阿拉伯提起诉讼。美国联邦法官裁定，911事件受害者家属可继续对沙特政府提起诉讼，指控其为恐怖袭击提供支持。这一裁决推翻了此前因证据不足而搁置的诉讼。受害者律师团队提交了新证据，包括沙特官员与袭击者可能的联系，促使法官重新考虑。沙特政府否认任何指控，称诉讼是毫无根据的指控。此案可能加剧美沙关系紧张，尤其在当前中东局势敏感的背景下。受害者家属表示，这是寻求正义的重要一步，但法律程序仍可能旷日持久。分析认为，裁决可能影响美国对沙特的政策，同时为其他反恐诉讼树立先例。19. 美国海军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地区巡逻。据 NCCCH 报道，美国海军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地区巡逻。美国海军近期向加勒比海南部部署了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、格雷夫利号、杰森·邓纳姆号和桑普森号，外加1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和约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，声称是为了打击拉美毒品贩运集团。特朗普政府指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涉毒，将其列为毒枭，并将赏金提高到5000万美元。委内瑞拉则部署了15000名士兵和无人机巡逻海岸，指责美国威胁主权。分析认为，这不仅是反毒行动，还可能是对马杜罗政权的施压，意在测试其盟友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应。专家警告，双方军事对峙可能导致地区局势不稳。20. 习近平致信寻求改善中印关系。据 India Today 报道，习近平致信寻求改善中印关系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印度总理莫迪的信中表示，愿推动中印关系重回正轨，强调两国和平共处对地区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。信中提到，双方应通过对话解决边界争端，恢复双边贸易和文化交流。莫迪回应称，印度也希望和平与合作，但前提是相互尊重。背景是中印在拉达克地区的军事对峙已持续5年，双方虽有撤军协议，但信任仍需重建。分析认为，习近平此举可能与应对美国地缘压力有关，印度则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。21. 普京与习近平讨论扩大贸易。据 JP.Reuters.com 报道，普京与习近平讨论扩大贸易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会谈中聚焦双边贸易，希望扭转2025年俄中贸易额下降的趋势。受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西方制裁影响，俄中贸易曾在2024年创下2450亿美元纪录，但今年1至7月却下滑8.1%。
普京计划在9月访华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，双方正积极筹备扩大农业和能源合作，特别是在俄罗斯对华油气出口和快中子反应堆技术上。习近平强调，两国需打造钢铁友谊，对抗美国影响。分析称，中国经济规模远超俄罗斯，主导了这段关系，但俄罗斯急需中国市场以应对西方孤立。22，普京出席史无前例的中国峰会。据 Hot News RO 报道，普京出席史无前例的中国峰会。中国将在天津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习近平等20多位全球领导人共同出席，展示全球南方团结。这次峰会是史无前例的，旨在强化中国在亚洲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。普京将借此机会巩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，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导致西方制裁的背景下。峰会还将讨论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和经济联系。印度总理莫迪和伊朗总统也受邀参加。分析认为，此次峰会不仅是外交舞台，也是中国对抗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象征。普京还将留华参加2战纪念活动，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。